蒙面财经，朋友们好。这几天呢，关于原油的新闻啊，又刷新了人们的三观。那没有人想到啊，原油的价格还可以跌到负值。那我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原油的这个话题啊，主要大概讲这么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先聊一下原油期货呢跌入负值的原因啊。我相信大家网上呢也看了不少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很多呢都是要么比较晦涩难懂啊，要么呢就是没有讲透啊，或者是没有说到点上。那第二部分呢，我要讲一讲这个中国银行的这个原油宝的一个事件啊，它这个产品呢，不仅让客户亏了保证金，而且还倒欠了银行不少钱啊。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那这个操作呢，就是这个神一般的操作是怎么出来的呢？怎么做到的呢？对吧？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我就给大家拔高一下啊，专门聊一聊这个2008年以后啊，包括石油在内的这个全球大宗商品的这个走势啊，以及未来的一些展望。那好，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啊。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原油啊跌入负值的一个大的背景。那这个第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需求的这种大幅萎缩啊，也就是严重的供过于求。那原因呢，不用我说啊，大家也知道。那正常情况下呢，全球的这个石油需求现在是一天是1亿桶啊，差不多是这么大的一个需求。那目前的需求呢，下降到了大概是1天8000万桶，也就是说需求呢下降了2000万桶啊，需求下降了将近20%。那欧佩克呢和俄罗斯的减产目标呢，减产措施呢，目前只能减掉大概1000到1500万桶啊，就算是加上美国或者是加上加拿大啊其他一些国家共同来减产啊，可能也就只能到1500万桶，所以依然呢还是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再加上目前很多的国家还处于封城封路的这么一个状态，那需求的萎靡呢可能还在加剧。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一个背景啊。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这个石油的这个库存的这个存储空间在消耗殆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这个北美的这个石油存储的中心啊，也就是这个库欣的库存。那在短短的这个几周的时间啊，这个库存上升啊非常非常快啊，大家可以看到。那原油库存呢正在迅速的被填满啊。说句玩笑话，就是如果再不加大这个减产的力度的话，那地球都要装不下这个原油了。好，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大家知道了这个大的背景呢啊，就是这个一个是供过于求啊，第二是库存快不够用了啊。知道这个大的背景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原油这个油价跌到负值这个问题。那首先呢要明白啊，这个不是石油的现货价格跌到了负值啊，而是石油的期货价格跌到了负值。而且明确的说呢，是 WTI 2005这个期货合约跌到了负值。那 WTI 2005这个合约期货它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 WTI 呢，就是美国的西德克萨斯的中质原油啊，是它这个原油的品种。那20呢，指的是2020年，05呢，指的是5月份的合约啊。那 WTI 5月份原油期货出现负值的一个核心原因呢，其实就两个啊，一个呢就是经济层面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金融层面的原因。那经济方面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原油的这个供大于求啊。刚才我讲了这个背景啊，供大于求，还有这个存储能力的这种消耗殆尽。那金融原因呢，就是炒作原油期货的玩家也比较多啊，然后因为期货又有杠杆的效应，那价格下跌过程中呢，被强行平仓啊，形成了踩踏。那先说一下经济方面的原因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就能明白啊，再结合我们以前小时候学的一些知识。那比如说，假如我是一个菜农啊，我种了很多的菜，但是我现在呢卖不出去啊，没有人要。那由于菜太多了啊，我也根本没有地方放。那然后呢，我告诉你，我说啊，如果你把我的菜运走，每运走1吨呢，我非但不跟你要钱，那我还倒贴你1块钱。那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历史课本里面学的啊，在这个大萧条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萧条的时候去资本家去倒牛奶是一个道理。那资本家的牛奶啊卖不出去呢，他就得倒花钱去请人去把这个牛奶倒掉啊。其实呢就是商品价格如果就是降到0还不够啊，还要再补一刀，就是你自己还要花钱去把这个商品处理了。所以这就是负值的一个经济学方面的一个原理或者一个道理。那石油呢是碳氢化合物啊，它在自然界是很难自动降解的啊，污染呢也比较严重。如果它要是随意的这个倾倒呢，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害啊。我相信大家也看过以前很多的报道，有些这个海上的一些存储石油的油轮撞了一些礁石导致了整个海平面的这个污染然后又花了好多的钱去清除这个污染。
所以石油呢，你要是生产出来以后啊，如果没人要，你如果不想管了啊，那是不行的，那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啊。各国呢也有严苛的这种环保法规啊，他如果罚款，他也会把你罚得很严重、很惨。所以石油这个东西呢，它比牛奶复杂的多啊。牛奶你花点钱请几个人倒了就行了，但是石油这个东西呢，你可是随意倒不得的。那你只能呢把它好好的储存起来啊，要么呢就是陆地的油罐啊，或者要么就是海上的储油船。那现在的石油的存储空间呢是非常紧缺的啊，你想找到这个存储空间呢，可能找不到啊，甚至就算找到呢，可能价格也是奇贵无比。所以现在你大概能了解啊，就是因为这个原油的供需的急剧的失衡啊，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存储空间啊，所以使得原油价格呢出现了这种负数的可能。啊，就是价格降到0还不够啊，然后我再补一刀，你还得花更多的钱去把这个原油给处理了啊，所以这就是负数的这个背景。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也就是这个经济层面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讲一下金融层面的原因啊，也就是5月份原油期货这个被迫平仓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个原因呢，可能是更重要。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期货合约的这个意义。大家可以看到啊，期货这个玩意儿大家听说过啊，它一般是有杠杆的啊。比如说啊，一个合约是1000桶啊，一桶呢是20美金，那一张合约的价值呢就是2万美金，对吧？但是你买这张合约呢，你不需要交2万美金所有的钱，你只要交10%的保证金啊，也就是交2000美金呢，就可以买一手合约。所以说杠杆的倍数呢就是10倍啊，所以说保证金呢啊，比如说是5%，那就是20倍的杠杆。保证金是10%呢，就是10倍的杠杆，啊，如果大家交易过这个A 股的这个金融指数啊，沪深300啊，这些股指期货啊，包括一些商品期货啊，国内的一些品种啊，就会对这个期货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认知和了解。那随着原油价格的下跌呢，比如说刚才我讲了10倍的杠杆，对吧？但是如果你价格下跌了10%呢，因为你是10倍的杠杆啊，那你这一手合约的保证金就已经亏光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么去补充保证金，要么呢你就会被这个券商啊，被投行强制平仓。所以最近原油价格的下跌速度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也不是什么10%啊、5%的下跌，这是动辄就是20%、30%甚至40%的下跌。那很多人呢根本来不及追加保证金啊，就已经被跌破平仓线了。于是系统呢就会自动开始卖出你持有的原油期货合约。那这样呢就加剧了这个原油期货价格的下跌。啊，就是越下跌啊，你越是被迫平仓，你又找不到对手盘啊，然后所以说就价格跌得越加凶猛。所以此时呢，就是你很难找到对手方，刚才讲对吧？然后系统呢，它就会不停的往下打压价格啊，10美金卖不了呢，那我降到5美金啊，5美金再卖不了呢，降到0美金，0美金还卖不出去呢，那你就倒贴钱啊，这就是来到了一个负值的一个区间，就是说你卖一个东西呢，还需要倒贴钱。好，当原油价格这个很多散户的心理是这样的啊，当原油价格降到0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应该是一本万利的啊，包赚不赔的买卖啊，因为这个原油嘛，工业的粮食都到0了啊，那就很多人冲进去啊，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信息啊，这个就是当时很清晰的展现了这个银行的大量的客户在3月份以后啊，冲进了这个原油市场。那他们进去捡便宜呢啊，一捡便宜以后跌得很快就跌到-10美金一桶，那等于一手呢就亏了大概10块钱啊，就是刚才我说的把保证金可能亏光了，那这个时候就被强平啊，所以一路这么踩踏强平下来以后呢，就到了这个负的40美金啊。其实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呢，确实也够神奇的啊，就出现了这个负的原油价格啊，之前呢还有负的利率政策，对吧？德国啊，这个欧盟啊，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率政策啊，出现了负利率啊，10年期国债是负的。那我看呢，紧接着用不了多久呢，也许就会出现大量的负资产啊，就是什么负的这个原油价格、负的利率政策啊、负的资产啊，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改变三观啊、重塑三观的一个时代啊。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看一下中航的这个原油宝事件。那中航原油宝事件呢是昨天爆出来的啊，很多的银行呢其实都有原油宝这种产品。那供投资者或者投机者去参与交易，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呢也愿意去买这些纸原油啊或者纸黄金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银行有这种产品。
那事实上呢，在国内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呢，其他的开设纸原油业务的投资机构啊或者银行啊，其实都已经成功的就是逃跑了，逃出升天了啊，也就是其实进行了换月操作啊，或者要么就平仓了。那像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这个纸原油业务呢，它其实早在4月15日、19和4月14日、15日啊，就已经完成了这种换月的动作啊。当时的这个平仓价呢是20到21美元一桶。那同样，全球最大的这个原油基金 USO 呢，也基本是在这个区间换月啊。其实大家做过期货的人知道，一般呢我们不会等到这个最后的临近交割的那一天啊去进行换月，一般提前啊2-3天、3-4天啊就基本进行换月操作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流动性也比较充沛啊，你也比较好进行这个换月的一个操作，你不会等到最后要交割了，急急忙忙的要去换月啊去做这个移仓动作。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为啥中国银行就是中行的这个原油宝的这个换月动作呢，它没有完成啊，或者说也没有预警客户提前完成啊，要么就是客户呢非常执着的这个死扛啊，选择了死扛到了交割日。所以你看这个事件的描述经过，这个是网上有人爆料出来的这个中行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描述，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上面他怎么写的啊？他说这个今年以来，全球原油市场剧烈动荡啊，境内个人客户投资原油啊期货需求上升。3月初至今，我行原油宝个人客户从 0.3 万上升到 1.37 万户，周交易量从 0.32 亿元上升到 12.45 亿。据此测算，我行相关多头持仓的个人客户持仓亏损2.1亿元，这个是下面写的，大家往下看一下。那客户还需要支付 3.7 亿元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后呢，就是客户呢不单亏损了 2.1 亿元，他还需要另外再支付 3.7 亿元。也就是总计亏损了 5.8 亿元。那你用这 5.8 亿元呢除以3621户的这个多头账户呢，差不多每个客户平均呢就是亏损16万人民币。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一般是很少发生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客户他不能接受的一个原因，他们很多要去进行这个集体诉讼。那一般认为呢，就是这个保证金我亏完我就结束了，对吧？我就没事了啊。其实这个道理让我突然联想到这个关于房地产的事情。那很多人买房呢，他认为这个我大量的借款按揭，那我将来如果大不了我就房子如果涨了最好，不能涨大不了房子被拿走啊，这就是最大的承受后果。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假设你我们举个例子，假设1000万的房子你首付300万，贷款700万，那将来这个房子假设如果它万一跌到了这个500万，那实际上你是还倒欠，对吧？还倒欠银行200万，就是银行就算是把你这个房子拍卖掉以后拍卖的500万，那还是不足以你清偿你这个700万的借款，那其实你还有200万的负债依然要偿还，所以远远不是大家好像感官里面的那种感受只要我把这个房子扔给银行就完事儿了其实不是那样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原油宝，那这个背后的问题呢，我觉得在于就是这个原油宝事件之所以发生，我觉得还是在于这个产品的设计缺乏止损机制，它没有一个正常的止损的一个制度。那正常的一个金融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应该考虑到止损机制不应该让客户的亏损无限放大。那这个原油宝产品呢，一个方面是遇到了极端的市场情况，另一方面呢，确实它也缺乏有效的止损机制，那就导致了目前这种亏损的这个亏了保证金还不够还要倒欠银行钱的这种情况发生。那我看新闻说呢，就是这些投资者呢准备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起诉中国银行。那我估计最后呢，可能也就是达到一个和解的后果双方呢各自承担一些损失罢了。银行呢，大家知道在中国是一个强势的地位所以估计不太可能呢全部认赔。好了，这就是给大家解释了关于原油为负值的一些原因也说了一下中行原油宝的这个事件。那我觉得投资人呢，或者是大家呢，最好不要对6月的合约呢也不要太掉以轻心。因为原油的需求呢并未好转，然后库存呢又在不断的增加，所以6月合约呢跌为负值的可能性依然还是很大。那最后一部分呢，也就是第3部分给大家回顾一下石油以及铜、锌铝、镍这些主要的大宗商品的走势。其实呢，他们的走势基本都是一脉相承的在0910年呢，当时这个包括中国的4万亿包括美联储的这个 QE 包括各国的这种央行放水的刺激下，在0910年呢，他们都达到了一个峰值。那有些品种呢你像锡这种用在电子产品上的，它甚至呢创了07年的新高比07年还要涨得多。
那0910年以后呢，大家知道，普遍呢这些大宗商品呢都经历了一个5年的熊市，基本是在2016年1到2月份的时候才触底的。那当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PPI， 就是中国的工业生产价格指数连续跌了48个月到49个月也就是从11年一直跌到16年初整整4-5年的这种长期的大宗商品的通缩萧条的一个状态导致了很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这些大宗商品领域的这些国有企业的这种全行业亏损最惨的就是15年。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15年这个 PPI 的这个走势基本全年都在这个负的5%、6%这个水平。所以15年呢是非常惨的一年，对这些传统行业、传统产业。那原油呢跟其他这些品种呢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中间呢夹杂了一个美国的页岩油革命那美国页岩油革命呢，它实现了让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那整个世界的原油产量呢也在快速的增加原油的价格的这个决定权呢也就不仅仅是欧派克和俄罗斯能决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玩家就是这个美国加入了进来。那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呢，导致全球的原油供需呢失衡更加严重所以原油的下跌呢，在这次也就显得更加显眼更突出一些。那我想接下来呢，很多大宗商品尤其是跟世界经济呢紧密相连的一些品种比如说铜锌这些很快呢，我相信也会迎来一个大幅的下跌。其实在我之前呢，我有个视频里讲到这个通胀和通缩的问题我相信有的朋友也看了。那我举例的这个科技产品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而导致的这个比如汽车石油家电这些产品的通缩效应这些年基本的是一个价格下降的走势或者是功能不断提升的一个走势。那其实我当时忘记举了这个例子忘记说，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从08年、09年以后呢，它长期来看也是通缩的走势也是一路下跌的走势。虽然在这个16年以后这个由于中国的这个刺激政策3去1降1补的这些政策刺激的这个很多的大宗商品有一个反弹但是你拉长了来看，总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在不断下跌的一个趋势。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些大宗商品它也没有水涨船高它也是这个一路的这个通缩的走势所以我就想说呢，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不同品种不同产品和商品通胀通缩呢是千差万别的还是要分开来看。那目前原油的最新价格呢是在15美元一桶15美元左右一桶，盘中呢最低跌到过10.34美元一桶这个价格呢已经跌破了1986年以来的这种新低那我想这个从这个价格可以看出来这波的这个跌幅有多惨烈需求的崩塌呢有多严重因为在大家以前的认识中，我记得在以前的新闻报道包括人们认识中还觉得这个原油要消耗殆尽了，这个未来呢原油是不够用的，可能用到2030几年或2040几年原油就没有了。那谁也想不到原油这个从最高峰的时候140美元一桶可以跌回到10美元一桶这个价格也就是真正的一夜回到解放前。那未来呢其他的大宗商品呢大家可以密切的去关注我觉得它有些走势呢可能也是不太那么乐观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希望呢你们有所收获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